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来做我们这一节的访谈的嘉宾，然后我请他来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的中文名字是易子欣，但是朋友叫我欣。然后对，我是英国人，我的母语是英语，然后其实我家人他们也会耶鲁巴语，但是我不太会，但是我在学习。然后我学了中文算是挺久的，大概7、8年了。然后对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算是可能中高级的那种中文学习者，所以对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聊天。今天我也很开心，因为我之前邀请了很多都是初级的、中级的学生，所以我也想听一下不同程度的学习者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你刚才说你学了中文7、8年了，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开始这个那么不一样的语言？还有是有什么目的呢？其实我可以说中文选了我吧，因为其实我没想到会有个机会学中文，因为就是我本科生专业是那个法律，然后我以为我会去学跟法律有关的事情，其实我还是的，但是我就是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找了一些就是一些项目，然后其中一个是爱丁堡大学提供的一个项目，就是国际法律和中文。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你可以从零开始，没问题。然后我觉得其实很酷的。然后他们也说，一定会有个机会去中国。然后我觉得哇，很棒很棒，我很想尝试一下。后来我就发现了，我喜欢上了中文，我太喜欢学习中文，然后我交了很多朋友，然后我也可以看，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的电影，比如说那个我忘了名字，就是《十面埋伏》和那个《卧虎藏龙》这样的对电影。对，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这2部，然后现在我能看得懂，我觉得就是很开心。而且是特别有成就感，对，就是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学习中文的过程真的很好玩，对，所以觉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对，就这样，没有其他的。现在我是为了兴趣而继续学中文的。对，没有说一定有，就是有一些人他学中文是为了可能考一个试或者是以后去中国工作你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没有这个想法，对吧？对，是的。但是其实我还是希望有个机会去亚洲，就是工作或者继续学习，因为对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华语世界里面，就是一直生活的。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应该是一直在英国这个环境里面学习中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是有可能吗？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去过中国或者是华语世界的那些国家，你觉得学中文会不会有特别大的阻力，就是让你好像缺了一点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因为其实我自己我在中国待过1年，所以我还是有一段时间在中国。但是其实在英国还是可以创造自己的语言环境，还是可以学很多很多，还是可以就是认识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去那边就是生活或者学习的。但是还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旅游，我觉得还是愿意去的，但是不是个怎么说前提，不是个前提，你还是可以在这里或者其他国家找到愿意跟你用中文交流的人，所以觉得对。哇，
感觉你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但是我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放到后一点再说，因为之后我会问你一些建议我先问你，你在学习中文里面你最喜欢的部分还有最讨厌的部分是什么？你可以没关系的，可以说。我觉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其实我可以说我把中文怎么说当做我的第二门语言，所以对我来说也影响了我的那个思维方式。对，是的，对。然后对我也交了很多朋友，我觉得从学习中文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就是有很多机会去认识很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因为已经大概4年我没有老师，我其实依靠我的朋友，就是他们对我很耐心，然后我一直跟他们聊天学习，向他们学习。对，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他们我能说我能说中文了。他们在逼你说中文吗？你要说。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对，其实我很愿意，然后他们也愿意跟我说，所以觉得很开心。同时呢，就是看那个中文的内容，比如说小说、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的好玩，特别是综艺，我觉得综艺太好看了。综艺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我觉得在中文的电视节目里面你没有它，可能你没有看到那么多有趣的交流互动。对，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特别喜欢，比如说脱口秀大会或者演员请就位，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看到就是中国人的幽默，然后也能其实那个演员请就位，其实给我个机会了解更多的中国的电影，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知道演员他们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才能成为他们想就是很优秀的演员。对，所以我很佩服他们，然后特别的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对，而且我觉得你说你最喜欢的部分是跟你的朋友说话，然后我听到你说你看了那么多的节目，其实你是很融入这个文化里面，你是很享受的。对，是的，对。哇，听起来感觉像我学法语的那个过程。对。最开始是有人可以交流，那你就开始很高兴就说我终于可以说了，然后我听得懂他们说什么，而且我可以随着我的程度变好了，然后我可以跟他们聊更深入的话题，不是说今天天气怎么样，然后你做什么。对，是的。然后你过了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中级以上了，你过了这个阶段，然后你开始看一些当地的节目你就了解更多不同的层面，就是不只是普通生活的，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电影还有小说这样的，所以你就是已经迈进了这个高级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些工具。特别特别棒。但是你可以跟我们说你最讨厌是什么，就是可能是初级、中级、高级的，你讨厌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有可能。应该是就是我分析我自己的语言水平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你知道你语言中的最弱的一部分是什么，然后是的对我来说是听力和口语，他们是我最弱的两方面。然后我真的觉得，因为特别就是我就是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真的想跟
跟其他人跟对方交流，但是我无法那个时候无法跟他们交流。其实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的那个时候我的听力还可以的，但是我的口语能力还是太弱了，所以我能听懂，但是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怎么办？因为我还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就这样的情况，真的让我很困惑，很难过。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就觉得 OK， 那我要特意去专门的去学习这一部分，所以我就开始多听多说，就是逼着自己说。对，然后就慢慢的就是习惯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的口语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基本上能沟通，所以觉得可以还是有进步，而且对方一般来说也会帮到你，他们不会就是就是他们会引导你，就是说你是不是想说这个东西，然后让你继续说。对，所以虽然到现在我一直很担心这两部分，就是担心我的口语，担心我的听力，但是还是觉得能进步，只要我就是坚持说，坚持听，我一定会进步的，我是这样想的。对，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的棒，因为你有这个学习中文的这个经历，然后呢，有可能你在学别的语言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点像复制，然后就贴上的这个OK， 我下一个语言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思维。对，没错，对。但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说你刚才说的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我很明白你的感受，就是说你听说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你听到别人说话，但是你自己不能回应，你会觉得很着急怎么办？别人要等着我回应，但是我空白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对，而且你很怕会耽误别人的时间，对，然后别人没有耐性。对。但因为你说你有很好的朋友，可能他们是比较有经验，就是跟你就是聊过很长时间，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可以迁就你的那个速度。对，是的。我很同意这个。对，但是我觉得除了你之外，应该有很多人，他们的对于中文这一块，说中文这一块是特别的害怕。对，因为有那么多的声调，然后你说这个说错了怎么办？是的。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中文这个过程，刚才我们说到声调的部分，你觉得会不会其实你不要那么集中看一两个字的声调，但是你看整个句子的这个起伏，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对，我同意，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对，一开始就是学习中文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很担心声调，然后我记得就是天天都会就是练习一下，然后发现其实有比如说两个字在一起，就是对，就是第二个字或者他们俩都会互相影响，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其实原来声调不是我以前我以为是这样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对，我觉得就是用句子或者用那个断语可能会比较好，就是知道其实那个声调有这样的，对，这样的，它不是那么严格，就是这两个一定是这样发音。然后你看整体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我会说是一个 relative concept， 就是对，是的，它不是那么的精准，它是即使我们母语的人说话也不会那么
这个要发成这个样子，除对对，非你是主播，就是电台的主嗯播，然后你会说这样对，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会发现我跟你上粤语课的时候也差不多。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你说的很好，就是我也确认了你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对们不要现在如果你听的人，如果你是初级的，你不要太担心，以后的话是的，你多听这个母语的人说话的这个起伏，然后你知道对，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可以自己做你自己的版本，那就应对，该是的，可以了。对，是的，对，那刚才我说到那个粤语的部分，我其嗯，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你会说你会想学粤语，因为学粤语的人真的不太多，不太多。嗯他们一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是去一个说粤语的地方生嗯活，他们可能想学，或者是看过很多香港的电影，他们想嗯。要学习。那你是哪一个原因呢？嗯，OK，可以，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怎么说？我偶尔会参加一个语言交换的活动，就是晚对上的，然后我们经常练习英语，练习中文是那种活动，对，然后我的朋友会举办对，就是主办这个活动，然后他也会很多语言，然后其中一个是粤语，然后有一天他好像说，哦，对，就是今天好像有很多会粤语的人。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那是的，我们可以就是开自己的 breakout room，然后在自己的房间一起聊粤语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说就是有什么对学习粤语的兴趣，但是我觉得 是 OK，其实可以，就是听一下，就是看，就是听听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子的，然后对我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加入他们，然后真的觉得哇，其实这个很好玩，然后我的朋友真的很对我很好，他给我打字，然后我发现哦，其实我能跟得上他们在说什么，虽然我不是每一个字能听懂，但是还是对有一些大概能理解的，所以我觉得 对 OK，这个 OK，我愿意就是挑战自己吧，然后是，对，就是每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都去加入他们的，然后旁听他们旁听，的，对，然后以后我就看到你说你自己在 Instagram 说，哦，其实我也提供粤语课，然后我觉得 OK，这是宇宙的信号，我一定要就是宇宙的练信号，习。就是全世界都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学对，习粤语了。没错。对，所以呢，我就是联系你呢，然后说 OK，对我愿意，就是我很想跟你一起学的，然后现在就觉得很好玩，真的太好玩了。你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已经会中文了，已经会普通话了，然后你嗯再去看粤语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很神奇，就是会不会嗯，有这种感觉？就是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怎么说？嗯，其实我自己哈，就是太喜欢就是粤语被英语的影响，我很喜欢嗯，听这样的这一方面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喜欢这个。然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在 ins 上就是发的那个关于电影里面的那个我已经忘了So Mary 啊，或者 So Mary 啊，那个啊，那个电影里面的，就是说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就是很开心，就是看到这样的
就是演员是用英语的，然后也用粤语的语法来表达，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我来说。我不认识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这其实是那个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在 Instagram Stories 上发的那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然后他们说对，So Mary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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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这个我不好意思，我说的不好，对，但是因为我们说没关系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在生活中的粤语有非常多的英语，特别是香港的粤语，我觉得这个部分太也不是奇怪了，也有历史的原因，但是真的是哇，而且我觉得我们喜欢一个新的语言，一般来说我们都会不停的去比较这个新语言跟你知道的那些语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对，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的，对。但是我因为我在 ins 上面我有发一些就是粤语跟普通话的差异，然后很多人问我，其实你觉得粤语声调那么多你会不会建议我们去学？因为他们说普通话已经那个死声已经让他们很害怕了。你当初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那个想法了？其实我怎么说呢？我不是怕声调的，但是我还是就是怕我会就是我的粤语会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对，因为我希望可以找到对应的声调，但是有的时候没有的，所以就觉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可能需要用其他的可能词语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帮助我记住声调在哪里，或者怎么正确的发出来的。对，所以你是每个声调都找到一个词语吗？不是每一个，但是就是比如说那些有2个字的词语我会的。其实对，因为其实我学习耶鲁巴语我也是这样做的。我的父母的语言，因为他们的语言有3个声调，但是也有声调，那枚语言但是那枚语言也是那种就是有2个词在一起的会改变的，对，会有变化的。对，变调，对，就是，然后母语者他们都听不出来，然后我跟他们说，你说的声调不是我想说的那个声调，就是他们说的声调不是我想说的声调，或者他们听不出来有什么变化或者变调。对，然后我自己觉得 OK， 那我也要自己就是找到我能就是我很肯定的就是怎么说，我知道我可以说的词语，然后用这个来帮助我说其他。对，就是对，所以粤语我就开始这样做的，我还没完成那个，就是我有一个表，就是有就是1、2、3、4、5、6，然后我再找词语，然后把它们放在那个表里面的。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作为母语的人，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说粤语的母语的朋友，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不能告诉你那个粤拼是什么。因为是他们能感觉到是这个，但是不一定能告诉你是到底是什么声调。我的母语也是，不是母语，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对，你问他会说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可能你父母的母语跟粤语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学的，因为普通话有很多的资源，大家都在中国在台湾那些的人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拼音应该怎么写，所以你没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你问一个粤语母语或是你父母的那个
不知道，不知道。嗯，对。所以我现在了解你为什么想要学习，而且你其实有一些优势的，有一些优势，因为起码你知道什么是声调，因为很多没对。有学过的，他们会说嗯，我真的很害怕，很困惑。对对对。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部分以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探索，不嗯，是一个那么你想的那么难，而且你说你也对有听香港的一点点的音乐，还有电影，对你也看过，对，对吧？是的，对对对对。我特别喜欢，我觉得他们很好看，很好听。对，然后对，就是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有个网站，就是有那个最好看的，就是100部最好看的香港电影，然后就 OK，我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看，一步一步的看。而且以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以前的香港的嗯电影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中文字幕，还有英文字幕，双语的嗯字幕，但是可能嗯现在我们能找到的可能没有两种嗯字幕。嗯，那你可以慢慢看。对。但是小心里面的一些，如果是比较老的电影，他们的那些口语的表达，可能现在有一嗯些可能没有那么常用了，也有可能的。嗯嗯，对，对。但是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电影都会有这样的。对，是的，对。非常好。那我想问你，在你学习这2门语言，或是主要是普通话，那你在嗯学习过程里面，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怎么告诉自己我可以继续？就是因为有时候嗯，你会遇到一些瓶颈，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进步我怎么对。可以跨过这个难嗯关？那你怎么嗯。去应对？我先哭。不是。这个可能是第一反应。但是，一般来说，我会提醒自己，我为什么学习这门语言呢？因对为一般来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对。然后以后我会，就是分析我为什么遇到瓶颈，或者我为什么遇到这种困难，然后能不能自己解决呢？就是比如对，说我以前说的，就是我听力不好，那我怎么提升我的或者锻炼我的听力呢？那我可以找办法什么的。如果我不是自己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可以找朋友、找老师，还是可以就是其实没有其他的吧。对，我觉得这两个，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然后对，比如说 Instagram 这个那个社群有很多人都在学习中文，没错，有很多老师，就是是可以就是问他们一下，你怎么你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看到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能跟我是的，分享吗？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用担心。然后我同时也会提醒自己，我已经学过很多，然后其实我已经就是达到这种水平，已经做得很好的。然后对如果其实我知道我付出的努力，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到达才今天的程度，对，因对，为是的。因为很多人学了以后觉得，我好像永远都不够好，但他们嗯，看着前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后面，他们已经做对，了那是的。么多的东西。对，是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嗯，就是语言学习者都有这样的问题。对，没错。没错。嗯但是刚才你说到听力不好，那你那个时嗯。候是怎么找到你适合你自己的程度的听力练习呢？哦。OK，首先就是我其实多跟朋友，对对，多跟朋友聊天的，因对为
这样就是交流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对方说的话。没错。后来呢，我也找到了，比如说，电视剧爱情故事，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比较简单，而且故事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有类似的故事线，你可能会知道有这样的，就是可能知道结果会发生什么，或者你可以就是预期会有什么样的情景，所以觉得 OK， 其实这样做你可以猜出来他们说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对我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看爱情，就是我不太喜欢太浪漫的太甜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忍着吧，就是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对，然后就对我来说他们说的句子说的内容比较简单，所以能跟得上他们说话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呢，有的时候也会看卡通片，比如说迪士尼的。是的。对，因为我也知道迪士尼的内容，所以就是我还是可以，因为我有对应的那个作品，我还是可以的。对，就是对比一下，然后就用这个来帮助我。对，所以我可以说这样吧。对，其实有的时候，除了听力以外，其实有一些学生他的那个阅读，他们也有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教他们找一些你已经知道的内容，然后看中文的版本。对对。这样会有一些熟悉感，就不会觉得哎，我完全不懂。对对，是的，对。很聪明的方法，真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学习感觉都是很理性，就是非常的理性，你很会分析你自己的一些短处，然后就去改善你的那个。因为有时候我猜了，就是我自己学习法语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不开心，觉得我说的没有别人的好，会有一种比较的心理。对，是的。你觉得这个方面怎么可以避免自己不要比较呢？还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其实我经常就是拿自己跟其他人相比，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真的让我很紧张。然后对，其实我没必要这样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还是一种怎么说，安慰自己说，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们有自己的背景故事，你有自己的背景故事，然后你还是有自己的那个优点弱点，那你就是多就是看自己的路吧，然后可能用其他人就是怎么说，以他们为榜样，或者对，就是不要想太多，还是很难。对。这还是很难，但是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克服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个真的是我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但是到了自己的身上，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我同意，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已经学过了普通话的人，再去学粤语，肯定比一个完全没有学过中文语言的人会快很多。这个你应该感受到。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没办法比较，因为你的语言背景跟这个人的语言背景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就我们总是看不到那些很小的因素。对。而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遇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就是分析一下说，我可以做更多吗？就是在学习上面，我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有点懒的，然后觉得 OK， 其实我太懒了，然后这个人很认真，我可能需要多学，我不是做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用这种感觉
作为一种鼓励或者动力，说 OK， 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没错，可能设定新的目标或者什么，对，我觉得是这样。对，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很多人都是可能需要一些鼓励吧。我觉得这样让你的经历、你的经验也可以给别人一个启发。嗯，真的真的，而且你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看到这里的话，你觉得有什么话可以跟其他在看视频的学习者可以说呢？就是可能或者是其他音上面中文社群的人，你有什么话可以对他们说？对，我觉得首先要加油，我们都可以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我刚才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学习过程，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好好享受它吧。然后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可以用你喜欢做的，比如说那个兴趣爱好来帮助你学习语言，对，然后别害怕说错，别担心犯错误。我觉得今天我犯了好多，但是没关系。没有人是完美的，这个是对，对，是的，而且即使是母语的人也会犯错。对，是的，对，所以对我们，对，就是我们都可以的，就是只要我们付出努力，然后享受这个过程，一定会有能力去提升你的中文或者你的目标语言。真的，真的，而且真的，如果自己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不要怕，去问一下别人，或对是老师都可以的，因对，为不是的，只是你有问题，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问题。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哎，我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我来做一个总结吧，做一个总结。就是欣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他自己学习普通话，还有可能为什么要想学习第二个语言粤语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也说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所以如果你们也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发信息给我们，或是留言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说不定可以帮到你。没错，没错。那今天我们就先谢谢欣，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下次再聚。好的，谢谢你，就是我真的很开心能跟你一起聊天。谢谢。